观众朋友们好，这里是大时局，我是月音。于朦胧离世后，手机找到了，可是里面的真相被人清空了。这不是电影，而是真实发生在于朦胧身上的离奇剧情。最新的爆料指出，于朦胧的手机确实被找到了，但是最关键的定位和通讯的记录，居然在公安系统里被人动过手脚，整段的时间记录全部都被删除了。手机在，数据没了，画面静了，真相却更吵了。网友们炸锅，这不是删档，这是灭证。有人更痛心的留言，那么善良，拍戏前要先搓热手才敢碰女生，怎么会落到这样的下场？他不是谁的敌人，只是个想认真生活的人。可如今他的故事变成了全民的疑问，为什么善良反而成了最危险的特质呢？而在另一边，香港那一头也掀起了另一场风暴，不是电影首映，不是八卦炒作，而是王家卫。对，就是那个戴着墨镜，永远慢半拍，拍出无数金句的王家卫。这一次，他自己成了剧本里的人。录音疯传，繁花变成了繁话。他在镜头外说的每一句话，都比电影还精彩。从演员八卦到体制批评，句句都踩在红线上。有人说滤镜碎了，也有人冷笑，原来诗人导演也逃不过现实剪刀。要知道，王家卫可不是一般的导演。1958年，他出生在上海，5岁的那一年举家搬到了香港。那是个霓虹闪烁、港片正盛的时代。别人拍电影是为了卖票，他拍电影是在记录时间。阿飞正传的孤独，重庆森林的迷茫，春光乍泄的破碎，花样年华的压抑，那些镜头，那些台词，构成了整个华语电影的黄金记忆。他拿过坎城、柏林、金马无数的奖项，被《纽约时报》称为全球最具影响力导演之一。可这一回，他遇到的不是影评人，而是现实。录音门风暴把他从艺术殿堂推进了舆论的审判场。一边是真相被抹去，一边是真话被封印，两场风暴就像一面镜子，照出了这个时代最冷的真实。好，我们先从于朦胧的手机说起。最新消息，于朦胧的手机被找到了，但关键的定位、通讯记录竟然在公安的系统里被人动过手脚，全部的删除了。一个公民的行踪资料怎么会在官方的资料库里消失了呢？这可不是谁按错键那么简单的事。俄主播说，他们团队在10月23号凌晨追踪到于朦胧绑定微博的手机号，最后定位在北京朝阳区林翠路1号院9号楼上林世家。这个高端住宅的屋主姓名缩写是 YZ， 疑似叫张燕。有人提出质疑，如果于朦胧的案子是刑事案件，于朦胧的手机应该作为重要的物证留在公安系统，如果不是刑事案件，手机作为遗物应该交到家属的手上。结果现在两边都不是，手机不但没有归还给家属，连手机的记录都清空了，听起来像是戏剧桥段。俄主播表示，在公安资料库里，从8月到9月11号，于朦胧的定位资料、通讯记录全都被删光了，剩下的只有他在北京住处的几条 IP 残影。手机找到了，记录没了，公安系统干得漂亮。而且不只是于朦胧的手机，几位疑似涉案人的 IP 记录也同步蒸发了，这配合的比电影《无间道》还流畅。网友根据线索分析，从8月到9月11号，正好是于朦胧疑似被控制、转移、被害的关键时间段。如果能恢复这些 IP 记录，就能还原他被囚禁、转移，甚至最后出事的完整路线。但于朦胧那部手机里的数据却被从中抹去了。网友又一次炸锅了，这不是删档，这是灭证。有人气得直言，能让公安系统清空资料，这手段不是一般警察能干的。舆论开始怀疑，这场 IP 灭证背后恐怕牵涉公安高层，与先前多起举报线索连成一线，矛盾再次指向了中共公安部长王小洪。根据红三代林北川的爆料，
北京朝阳分局局长毕波与王小红私交甚厚，而王小红极可能就是整起事件背后的顶级保护伞。于朦胧的案子还没有水落石出，又传出郭俊辰遇害，陈都灵被调包，连吴亦凡都狱中再见。而最让人担心的还是郭俊辰会不会成为下一个于朦胧。有网友发现，郭俊辰之前现身机场的影片手背没治，让替身疑云再遭疯传。粉丝们都知道郭俊辰的右手背有一颗明显的黑痣，但机场的影片中却发现手上没有这颗痣。不仅如此，还有粉丝认为机场影片中的郭俊辰从气质、眼神、耳朵都和以前的郭俊辰不太一样了，怀疑这个影片中的人不是郭俊辰本人，只是跟他长得很像的替身。但也有人说，郭俊辰在11月6号和7号曾经公开露面拍摄过节目，跟粉丝近距离的互动，而且当时他没有戴着口罩，认为替身的说法应该是假消息。尽管郭俊辰的相关消息疯传，但他本人及工作室都没有正面发声回应，这件事还是有点蹊跷。接下来插入一段工商时间，我们大时局频道会及时追踪各种重大新闻。如果你想翻墙观看我们的节目，我推荐一款非常好用的 VPN 神盾 VPN。我和我们团队的人觉得这是目前真正值得信赖的安全 VPN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很多人可能都在用 VPN， 但是传统的 VPN 存在一个问题，它只用一台伺服器，资料经过加密传到 VPN 的伺服器，然后由同一台伺服器发送出去。也就是说，它不但知道你的来源 IP， 也知道你连去了哪里。这意味着，只要那台伺服器有风险，你的整条路径就会被看得一清二楚。而神盾 VPN 采用的是独家技术，双节点 P2P 加密架构，资料会经过2台伺服器转送，第一台只知道你的来源 IP， 第二台只知道你要连的目的地，2台之间端对端加密，任何单一节点都无法还原整条通讯路径，连神盾自己都无法追踪你在网络上的行踪。除了安全，神盾 VPN 的速度和稳定性表现也很出色。神盾 VPN 可以在全球伺服器自动切换，随时连最近最快节点，而且一个账号可用在手机、电脑、平板，可以全家分享。现在购买2年方案享65折优惠，输入我们节目专属优惠码大时局再打9折，30天内不满意全额退款，无风险适用。赶紧点击节目下方描述栏的链接购买。最近娱乐圈的黑幕是越挖越多，网友都快消化不良了。比如消失的金融大鳄石雪，就牵出了以黄晓明为首的石雪8美。石雪和一批中青派男星的暧昧关系都是真假难辨，可谁能想到，那个永远戴着墨镜、嘴角叼着雪茄的王家卫导演，也有一天被人疯传录音，直接打碎了王导自带的文艺片滤镜，把影片《繁花》导成了现实的番外篇《繁花》。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，自称是《繁花》剧组编剧助理的古二，本名叫程俊年，在网上爆出多段的录音，内容涉及王家卫与编剧秦雯的私下对话。录音中，王家卫评论唐嫣太装，游本昌不是省油的灯，而陈道明则是极品中的极品，阴阳同体。秦雯还自曝自己去年在上海进贤路公然袭警，结果几通电话后就被放了人，还辱骂警察，语气嚣张，毫不避讳。这些片段一曝光，全网炸开了。王家卫本人沉默，繁花剧组则火速发出严正声明，称录音被恶意剪辑，造谣抹黑。到了11月初，第2批录音曝光，内容更惊人。这回不只是吐槽演员，连陈坤和周迅都意外中枪，疑似被酸骗剧本。录音里，王家卫提到要开设影视公司，举办夏令营，招募学生，收集年轻人的剧本。编剧许思瑶更在对话中说，陈坤、周迅就是这么干的。这一嘴下去，网络再度炸锅。更猛的还在后头，王家卫和联合导演李爽竟然谈起武汉防疫乱搞，还直言共产党不讲情面，共产党只会割菜，民主国家都不这样，
就我们处理的，简直了。期间，王家卫更补上一句：这种事只有在这贪婪的一党制国家才会乱。这些话不是什么错话，但在中国的语境里，那可是往枪口上撞，还自带背景音，咔嚓上膛。网友直呼王导这回恐怕真是凶多吉少。时评人蔡慎坤在 X 平台发文表示，香港导演王家卫是香港娱乐圈少见的明白人，私下说真话，这是基本的常识。大凡经历过封城清零的人都是记忆犹新，绝对不会为那时的防疫政策拍手叫好。防疫就是乱搞，一党专制就是遍地灾难。但是举报是对一个说真话的人背后挥刀。经过这么一闹腾，王家卫在中国恐怕再也接不到片子，已经投拍的片子恐怕也很难过审。王家卫的命运很可能会像当年央视星光大道主持人毕福剑一样。目前影片已经遭到微博官方下架，古二的账号也已经被封锁。古二自称为《繁花》写了关键剧情，却只拿了个前期责任编辑的名头，月薪3000到6000，还遭言语霸凌，导致身心俱伤，患上了渐冻症。很多网友同情他，也有网友认为他一怒之下开麦开撕，恐怕也不是明智之举。网传王家卫也说过，古二又能当助理，又能做饭，还能写剧本，一个月才3000块，太划算了。难道文艺大导演私底下也这么会打算盘吗？繁花的剧组是坐不住了，立刻发表了严正声明，大意是这些录音失实、恶意剪辑、造谣抹黑，严重影响社会秩序。但是王家卫至今保持沉默，没有对指控或争议做出任何的公开回应，事件的真相依然扑朔迷离。曾几何时，很多人仰慕于王家卫的才华，沉醉于他为我们描绘的诗意和远方。那里有重庆森林中的孤独，花样年华中的暧昧，东邪西毒中的荒凉，一代宗师中的哲思等等。但是直到繁花剧组爆出录音门事件，舆论被风这么一吹，浪了起来。就在网友忙着吃瓜分析王导会不会塌房时，香港娱乐圈的另一位重量级人物出手了，向太陈岚。这位江湖地位不输任何影帝大导的向太，在直播中火力全开，直接点名开呛王家卫。投资王家卫的老板基本都亏钱，我这儿绝不录用他，因为他不受控。他还翻出旧账，当场举例：阿飞正传投了4000万，票房不到1000万；东邪西毒投了超过2000万，票房才900多万，最后只能紧急拍一部东成西就来填坑。这么一说，网友都笑了。原来东成西就不只是贺岁片，还是救命片。王家卫曾是港片界的自由之神，无剧本无期限，拍到满意为止。据说《花样年华》拍了15个月，东邪西毒拍了3年半，2046磨了5年。李安曾半真半假地说，王家卫享有罕见的自由，他可以没有剧本就请一大票明星来拍戏。拍电影的时候没有剧本是王家卫的特色，而在没有剧本的情况下，王家卫还有着极高的要求和对演员近乎偏执的掌控欲，这就导致每一次和王家卫合作都堪称是演员的噩梦，他却称那是艺术追求。拍《东邪西毒》时，梁家辉根本不知道自己在演什么。拍《阿飞正传》的时候，刘嘉玲一个擦地的动作，愣是拍了27条，底板都擦出反光了。而歌神张学友更是因为一个简单的抬头表情，拍摄了60多条。就连华语电影成就最高的演员梁朝伟，拍《花样年华》的时候，也是吃了26碗云吞面，一句台词拍了27条。回到家不禁失声痛哭，怀疑自己到底会不会演戏。如今录音门爆发，向太开呛，圈内人翻旧账，王家卫的神话彻底破裂。繁花的评分下滑，一代宗师也被重新审视。人们终于看到那些诗意浪漫镜头的背后是无数人的牺牲。资本时代早已没耐心等天才导演的慢镜头，市场要效率，投资要回报，情怀不再值钱。更重要的是，王家卫的私德也被挖出一些不可描述的黑幕，比如找小姐、
不尊重女演员等等。然而，王家卫这次会彻底塌房吗？有人说的直接，现在就看王家卫的后台有多硬，决定这事儿能闹多大。还有人表示，毕竟《繁花》背后是央视，再加上王家卫公司签了一堆影坛大咖，包括梁朝伟、张曼玉等，这些人可都是中共的统战宝贝，总不能一锅端吧？随着影片被下架，账号被封，网友们开始嗅出一股刻意降温的味道。也有网友担心，这次是不是王家卫职业生涯完蛋了？以后还有人敢找他拍戏吗？结果得到不少神回复，人家早退休了。你知道他拍《繁花》前多久没拍电影了吗？10年。王家卫最后一部导演的电影是2013年的《一代宗师》。想想也是，一个快70岁、早就财富自由的老导演，大概也迎来了人生的清醒时刻。诗意拍够了，现在轮到现实来给他导一导了。这里是大师局，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，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，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，在黑暗中点燃希望。